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是 Steely。今天我们来干一件大事。作为黄油可颂深度发烧友的我，今天要来对比几家温哥华特别有名的黄油可颂，真的很想知道到底谁家最好吃。这一次我一共选出来了6家店，这6家店其实是根据我自己之前的经验啊，还有之前在 Instagram 有征求大家的意见。这6家店分别是 Nemesis、Boku、Angus Tea、Small Victory、Bake 49和 Adelaide Patisserie。其实和你一样，我真的也很好奇这6家店到底谁会赢，感觉这一次的战斗场面应该很激烈。好了，话不多说，我们一块去买可颂吧。吃可颂啦，吃可颂。第一家店是 Nemesis， 我去的是在 Gastown 的这一家。Nemesis 的 bakery 真的还蛮有名的，他们家的一些 craffin 啊，还有一些里面带有味道的可颂还蛮好吃的，我自己个人很喜欢吃他们家的提拉米苏可颂。去了第2家呢，其实也在 Nemesis 旁边，它是 Revolver。为什么是 Revolver？ 因为他们家有卖 Boku Bakery 的可颂。Boku 也是在温哥华有成立很久的一家店了。因为路程原因，我选择了就近的 Revolver 来买他们家的黄油可颂。去的第3家在 Yaletown。Angus Tea 这一家看他们家的招牌就知道，就专做可颂的一家店。之前有吃过他们家不同种口味的可颂，也真的是觉得蛮好吃的，没有什么毛病。第4家其实也就在 Angus Tea 的旁边，叫 Bake 49。这家店好像蛮新的，小小的一家，卖的东西其实很多，但是你一定要早一点去，不然就会卖完了。去了第5家是在 Yaletown 的 Small Victory， 他们家也是以 bakery 闻名，而且之前我对他们家的可颂的印象一直都还蛮好的，特别是他们家还有一个 mini 版的小可颂，也真的很好吃。去了第5家店在 Mount Pleasant， 叫不知道怎么念 Adelaide Patisserie。 这家店每一次其实去的时候排的队伍都很长，之前有吃他们家的一个 Double Chocolate Croissant， 真的觉得超级好吃，而且我也很喜欢这种小小的店的这种氛围。当当当当，满满的收获，今天把它拿出来吗？ Bake 49 Small Victory Boku Angus Tea Adelaide Patisserie Nemesis， 我们来吃它们吧。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试吃吧。在吃之前呢，我想要先说明一点是，在 review 上面，我们是非常严谨的 YouTuber 。为了测试他们出品的稳定性 ，just in case 他们周末烤面包的跟周中烤面包的不是同一个人，这其实是我们的第2次拍摄。终于可以吃了，所以今天的赢家可能真的是。距离上一次其实已经过了差不多1个星期，所以呢，还真的发现了问题，有一些翻车了。好了，那我们就来试吃吧。我刚吃饱，所以呢，排除了因为我很饿会觉得他们都很好吃的感觉，而且我刚吃的还挺饱的。等会片尾会告诉大家我刚刚又去哪里吃黄油可颂了，我到底是有多爱黄油可颂。好，我们先开始吃吧，从 Nemesis 开始吧。哇，这个 texture 看起来很棒。经过一轮激烈的试吃，我们来说说结论吧。哇，这一次感觉跟上一次吃起来的感觉不太一样了，有一些差不多，但是有一些改变还蛮大的。我们先从 Nemesis 开始吧。Nemesis 的外观我觉得也算是这里面还比较好看，有它自己个人特色的一个外观。它不是特别 crispy 的那种表皮，它的蜂窝形状很不错，我觉得它烤得很成功。然后它的奶香味我觉得 OK， 它可能属于每一个方面做的都是中规中矩的，不会翻车，但是也没有说让我眼前一亮的那种感觉。对，然后说一下 Boku， 哇，我觉得 Boku 可能是味道上来说这里面我最不喜欢的。但是它的外观和它的蜂窝结构，这2次每一次都很好，层次也真的是非常的均匀，有很多层。对于我来说，它可能如果能把它再烤的稍微颜色深一点点，
感觉来说会更有食欲一些。不过它的缺点是它真的很油，它是所有这里面最油的。嚼了2口之后，你感觉那些油都在往你的嘴里溢出来，包括有点太油了，感觉我在喝油。而且它黄油的味道我不是很喜欢，觉得哪里有点怪怪的，不是那种比较熟悉的奶香味。对，然后说 Bake 49的 Bake 49应该就是这里面颜值最高的，我觉得能把一个简单的黄油可颂烤到那么多层，它的外表那么细腻，我觉得真的很了不起。然后它的内里其实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这一次比上一次呢，就是这里稍微大了一个洞洞，但是我觉得可以接受了。它吃起来的口感，黄油的味道不是很重，而且它也不油，就有点像在吃面包，我觉得会稍微的有一点 bready。它烤得特别酥脆，所以一口下去就感觉在吃那种千层的很酥脆的饼干的感觉。吃一下这边吧，它这个里面带一点点甜味，我很喜欢。它的口感很酥脆，非常好吃。目前来说，可能 Bake 49是我最喜欢的。总的来说，我觉得 OK。接下来是 Angus Tea，Angus Tea 今天真的是大翻车。上一次我觉得 Angus Tea 还不错，但是我不知道这次是不是因为温度或者是时间的问题，这次的可颂翻车了。你看它都立不起来，它都是软塌塌的，而且它咬下去也没有脆的感觉，就是整个可颂很软。也没有什么口感，对，味道吃不太出来，比较偏甜一点的味道，就是我觉得没有很好吃，因为它不像是可颂，像是在吃 mochi。接下来 Small Victory， 我可以现在就说结论吗？我觉得 Small Victory 是我最喜欢的耶。这一次呢，它的蜂窝结构比上一次要好很多，就是属于还蛮合格的一个状态。而且我觉得它最棒的一点是，它真的吃起来很 crispy， 很脆，很酥脆，一口咬下去就感觉是一口吃到了好多层。哇 ，Oh my god， 好脆啊，好吃。它的奶香味真的很重，而且它稍微也是那种偏甜一点点的那种可颂，感觉整个口里也很香，但它也不会比波苦油，波苦是最油的，但是它应该是这里面第2油的吧，我会说，我完全可以接受，我觉得它真的很好吃 ，blew my mind， 哇，原来把你跟其他人相比才知道你有多好，看来就是要对比。Ladolier Patisserie。这一家店它也很酥脆，然后它的外表啊，包括它的内里结构，我觉得也都是非常 OK 的。它的味道很不错，它的黄油啊、奶香味也是我喜欢的。虽然它没有那么浓郁，但是它就是很好吃，它也没有吃起来让我觉得很 bready。还不错呀，好吃。Personally，我自己个人来说，我觉得最好吃的是 Small Victory。它不论是外表、口感、味道，还有它今天的蜂窝结构，非常棒。然后第2名啊，好难选，第2名选不出来，那么先选最后1名嘛。最后1名今天肯定要是给 Angus Tea， 但是上一次必须要说的是，上一次 Angus Tea 它是拿了数1数2的那种位置，所以今天的赢家可能真的是 Small Victory 和 Angus Tea。Angus Tea 有点偏甜，奶香味很不错，这个还蛮好吃的耶。哇，突然觉得好幸福，因为我就住在他们附近。这一次真的是因为大翻车。如果你在 Angus Tea 吃到了不好吃的可颂呢，可能就是他们那天考失败了吧。然后说，我觉得 Ladolier 和 Nemesis 可能会在我这里并列第2，他们唯一的区别可能是 Ladolier 会比 Nemesis 稍微脆一点点，而且 Nemesis 它是稍微属于甜味更少的，这2个。看个人喜欢，我觉得都还不错。然后第3我会给 Bake 49，因为它的口感真的很好，但是它的这个奶香的黄油味，我会觉得没有 Ladolier Patisserie 那么好吃，但是它的口感，震惊了我。接下来呢，可能就是 Boku 了。Boku 它唯一的缺点可能真的就是油多和它黄油的味道，我自己个人不是很喜欢。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很喜欢那种比较油腻的可颂的话，你可以去试试看这个 Boku， 它的酥脆感也非常的好。对，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期视频我能够总结出来的全部的内容，希望里面这些信息呢能够对你有帮助。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告诉我哪一家是你的最爱呢？或者是在其他的地方，你会给我推荐哪一些的黄油可颂呢？我真的很想去把所有的黄油可颂都去试试看。
如果你喜欢这一期的视频的话，不要忘记帮我点赞哦。如果你喜欢我的话，不要忘记订阅哦。好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